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今天我嗓子哑了，请大家多多包涵。让我感觉现在说话有点像张柏芝或者周迅，都是哑着嗓。原来周迅就是这感觉是吧？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罕见但又充满了戏剧性的军事事件，就是朝鲜5000吨级驱逐舰下水事故。这起事故它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失误绝对是一次对朝鲜的军工体系战略思维，包括政治生态的一个照见。它发生在2025年的5月21号，地点是朝鲜的青金造船厂。本来应该是朝鲜军力再上新台阶的喜庆时刻，结果却在将军的眼皮底下现场翻车，尴尬至极。那么这艘军舰到底是怎么翻的？事故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真相呢？将军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来一个舰艇的大跃进？我们今天就来仔细剖析这个事件，看看朝鲜军事背后的现实的苦涩。大家知道，朝鲜作为一个独裁国家，他们一般是不会报道一些负面军事新闻的。根据朝鲜军方这次罕见的公开报道，这次事故呢是发生在崔贤基第2艘5000吨级驱逐舰的下水仪式上，采用的是侧滑式的下水法，也就是让舰体从斜坡轨道一滑而下入水成功。但问题来了，舰体这么重，滑轨如果没有调好，结果它就后来出现了严重的平衡失控。船尾首先它就脱轨了，直接搁浅，然后是船体的右舷发生了严重的刮销，底部就破孔了，还进了水，舰首还卡在船台上，导致舰体出现了尾部进水前段悬空的倾斜失衡。卫星图像显示舰体明显侧翻，严重变形。朝鲜事后用蓝色的防水布试图遮挡舰体受损的部分，但是显然逃不过国际媒体的火眼金睛和卫星。各大媒体现在也是争相报道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侧滑式的下水工艺本身它就不适合这种重型的舰艇，尤其是像5000吨级这种体量你像中国的052D 驱逐舰、055大驱，包括世界各国的现代主力战舰，基本都采用的是倒退式下水法，也就是舰尾朝向水面，通过控制滑轨系统缓缓入水。当然，这个对工艺的、对设备精度要求肯定是很高的。一旦这个滑轨不平衡，就有可能发生倾斜然后又减速，如果失控控制系统如果失灵，就可能直接酿成灾难。青金造船厂显然不具备这种倒退式的工艺能力，所以他们就选择了侧滑式入水。结果这个侧滑式入水被朝鲜这次真的是证明了是不适合这种5000吨级的重型舰艇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技术储备和技术能力上都不行，他们还非要硬上呢？背后的原因就非常耐人寻味了。你刚刚说这是第2艘5000吨的吗？对，前面第1艘它怎么就成功下水了呢？此前这个崔贤基首舰是在南浦造船厂使用的是那种浮船坞注水式下水，这种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它造船的时候是在船坞里面造完了之后把水注到船坞里面，把这个船就浮起来。也就是说，直接在水上了。也就是说，这个船它根本就不用什么侧滑、后滑，什么都不用，就直接在水上就浮起来了，就直接下水了。这种方式当然了，安全稳定，但需要非常昂贵的干船坞和复杂的排水系统，成本也非常高，还占用船坞的周期非常长。那第2艘就在青金造船厂造的。青金造船厂缺乏这个船坞注水的这些设备，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风险更高的侧滑。说到底就是硬件不够，经验也不够，但任务摆在那儿不上也得上。更关键的是，朝鲜目前它受到国际制裁舰艇制造几乎就是靠闭门造车加上外援技术的一些拼凑的一些状态，所以它又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专业人才非常匮乏，工艺标准也很混乱，质量控制那就根本就不用提了。在这种条件下，能造出5000吨级驱逐舰已经不容易了。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军事版的大跃进。在朝鲜的新闻里面说就将军认为这是经验主义错误，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更像是冒进主义的盲目冲刺。你看，这是从来没干过的事儿，你何来经验主义这么拗口，反正就是失败了呗。对，说白了就是政治压力加将军心又急，加上这个造船厂想立功，全凑在一块儿，就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大家注意时间点，4月25号首舰崔贤号下水，5月21号第2艘舰艇又下水，中间只隔了26天。
而整个舰艇的建造周期还被压缩到不到400天，比许多国家造同级军舰快了1倍不止啊！这已经不是高效，这是疯狂的压缩工期。中国是世界第1造船大国，现在同样吨位的舰艇从设计到下水差不多大概要2年时间。你想，更奇葩的是，这艘舰艇排水量5000吨，还配置了高达74个垂直发射单元，搭载了多型导弹，还装了4面相控阵雷达，用的是燃气轮机动力系统。从纸面理解，这是一个堪比宙斯盾的大怪兽啊！比如这个燃气轮机啊，它确实是舰船动力系统中技术门槛最高、综合要求最复杂的一种动力形态之一，它并不是一种最先进的唯一选择。但在军舰，尤其是中大型的这种驱逐舰的领域，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自主制造和稳定运用燃气轮机，就可以说啊，它的舰船动力技术已经跨入了第1梯队。像燃气轮机，它类似于喷气式发动机的原理，它通过压气机压入空气压缩，再与燃料通常是煤油或者燃油来混合燃烧，释放出高温高压气体，推动涡轮机旋转。这个涡轮带动发电机或者直接驱动推进轴，从而推动这个舰艇前进。这个关键特征就是它推重比很高，单位的重量可以较大的输出功率，启动又非常快，几分钟内就可启动加速，持续高功率输出能力又很强，适合高机动性的这种军舰，所以这是高端舰艇的配置啊。既然高端，那就意味着这个技术非常难，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制造难度很大，你看它推力大，那对涡轮叶片的要求就很高。这个涡轮叶片啊，要在极高温度下长期工作，不仅不能变形断裂，还要抗腐蚀和疲劳。对材料呢和工艺都要求极高，对于这个轴承的密封啊、配平，还有燃烧控制等系统的这个稳定性和精度也都非常敏感，这就是典型的工业上的明珠啊！很多大国，包括中国，都曾经长期依赖进口。第二就是它的调控非常复杂，你看这个燃气轮机，它不像民用电站那样能够稳定运行，它要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就要频繁的加速、减速、切换功率模式。要实现这一点，那控制系统必须非常先进。那我听你说，就是感觉这个军舰它确实很牛掰，并不是说朝鲜自己在那自夸说啊，我这个军舰很厉害，是吗？当然不是啊，它其实很多人猜测它就是一个大金属壳子啊，我后面会简单提及。所以这个金卷如果真的是按因为你一直在这夸，我还以为真的很厉害呢，我还想说那中国是怎么下水的呢？中国是前面讲了，它是用倒入式的方式来下水的哈。那这个军舰，你想它如果真的是配备了这个燃气轮机，那就要涉及传感器啊、数字控制，还有智能配器等等综合的技术，维护成本又非常高，对环境又非常挑剔。因为海上嘛，它高盐湿气，容易腐蚀部件，要定期更换那些昂贵的零件，清洗通道啊，什么调整配比，一旦出问题就很难修复，往往要整机拆机啊。关键是啊，这朝鲜的能力能一次集中这么多高端技术，它真能做到，那还得了？所以就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很多分析就认为这是一个战略威慑工程，是将军拿来吓唬人的，震慑外界的，并非实打实能打算能实战部署的哈。怪不得说金正恩特别生气，感觉是被啪啪打脸了，是吗？对，没有炫耀成，反而被戳穿了。它的存在其实更多是为了展示朝鲜也能造现代军舰这个能力，是摆给国际社会看的哈。那将军如此焦虑啊，关键就在于这个时间窗口，俄乌战争的窗口期正在逐渐关闭。大家知道，朝鲜这几年好像突然就科技井喷了，什么无人机、盾舰、预警机、导弹潜艇接连曝光，背后啊其实是俄罗斯军事技术换物资的一个对等交易。朝鲜援助俄方导弹啊、老式的武器，就换来了燃气轮机、雷达系统、图纸和专家。但这类交易它肯定是有时效性的，一旦俄乌战争停火，俄罗斯就不再需要朝鲜这些旧的装备，什么技术换物资的通道那也就断了。所以将军心里非常清楚啊，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趁着还来得及，赶紧把技术榨干，资源石化，能够变成能够展示的战略成果。最尴尬的是，就这次事故是发生在金将军亲临现场主持下水仪式的时候。舰艇半滑半卡，水陆两难，将军当场下令要处理责任单位，并在事后声明要在党内会议上严惩责任人。哎，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说金正恩他们家的厨师嘛，大概可能给他是他们家大概可能干了10多年的一个厨师，是一个日本人，然后就透露说之前那个韩国就透露说之前朝鲜队的那个世界杯预赛好像失败的时候，金正恩就罚他们都回去挖红薯了。不知道这一次有什么惩罚？这惩罚估计肯定比挖红薯要大多了。
从这一点看，其实事故对朝鲜官方形象造成了这个打击，金将军肯定非常恼火哈。官方媒体都破天荒地发布了这个事故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尊严。所以在将军眼里，这不是施工失误，而是一次体制层级上的严重政治事故。那为什么朝鲜会选择公开这次帆船事故？很多人其实一开始也非常惊讶呀。这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毕竟在朝鲜，这个负面的军事新闻从来不见天日，哪怕发生再严重的爆炸、坍塌、失败测试，官方一律选择性的失忆。这次主动披露定性为犯罪，并同步发布修复进度就有人就认为这是朝鲜在向国际社会传达一种新的信号，就是我们在适应新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卫星监督时代，我们正在变得透明我们在整顿军纪。然后我刚刚还想说，这个消息是怎么泄露出来的？因为我感觉大家朝鲜嘛，大家还是觉得挺神秘的，就里面到底什么样，外边也不知道。我还以为是美国通过卫星发现的呢。所以是不是这样呢？咱们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点评一下。朝鲜官方5月23号发布消息称说，船底没有破洞，仅仅是右旋刮削，救生通道进水了，预计2到3天扶正，10余天完成修复。那听上去是不是还挺靠谱的？好像没有多大损失哈。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乐观，应该是。首先，这个卫星图像显示，这个舰体严重的侧翻，舰尾基本没入在水中，舰首却仍旧挂在滑道上。现场部署这个防水布遮盖了这个整个的舰体，但根据专家的这个分析，说是如果龙骨受损了，整个舰体的结构就废了；如果动力系统进水了，那修复成本甚至比重造一艘的这个价格还要高更别提现在朝鲜它缺乏那种浮吊大型的拖曳设备等等救援的条件，哪怕是俄罗斯出手帮忙那费用物流政治风险都不是朝鲜能轻易承担的。一句话。就修这个字说的轻巧，但做起来对于一个5000吨级的这么一个舰艇来说，那难于上青天。修船绝对比这个造船要难，尤其是修这种从来没造过的这种大型军舰。那也有专家要指出，这个舰体一旦受潮，然后泡在水里面，就必须进行整体的结构检测，重新装配，再测试性能。对朝鲜而言，这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费用就绝对要比重造一艘要多得多这次事故包括近期朝鲜的各种军事方面的大行动，可以看作是朝鲜军事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拐点时间点。朝鲜现在正试图跨越一道几乎不可能逾越的鸿沟，就是从一个靠火箭炮和导弹来吓唬世界的国家，转向一个真正能下水远航、有综合作战能力的远航海军。这本来是一个能走向现代化的转型，现实却真的是非常冷酷。它基础太薄弱了，时间又太急，资源又太缺乏。现在他们的技术应该是七零八落的拼凑起来的，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和沉淀。像崔贤级的这种战舰，是一种表面强硬，内里它却非常焦虑的一种象征。它看起来好像很吓人，但大概率是一个金属壳子，可能稳定跑起来都挺难的。这是一个国家想挺起腰杆的冲动，也是一个体制下注定难以走远的挣扎。大家想，在这样的一个封闭集权的社会里，技术发展不是靠工程师的激励不是靠几十年扎扎实实的积累，而是靠意志靠政治命令靠宣传先行。在这种模式下，哪怕造出了那么几艘军舰，那也很难走得很长远。对比韩国来看，其实对于朝鲜人民来说，他们不缺智慧，也不缺吃苦的精神，真正缺的就是那么一个让技术能够循环渐进的发展的一个环境，一个让人敢于说这里不对我们做不到的自由空间。在独裁体制下，没有人能真正沉下心搞技术因为真正的数据会让权力不安，诚实的失败会被当作背叛。所以当这艘舰艇在码头边静静躺着的时候，它可能不只是一个坏掉的引擎，或者一个失败的设计，或者是一次失败的侧滑下水那么简单。它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一个国家在技术、体制和梦想之间的撕裂。你说这么文绉绉的，其实不就是要改革开放吗？走出国门。朝鲜我看就是缺一位老人，在朝鲜的沿海城市边画几个圈。好，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